班里来了一个全身怪味的女同学，老师让她自我介绍，她奇怪的行为却搞得就像母猴下山。全班同学被搞得莫名其妙。然而让大家更不能理解的是，她还要用嘴巴一一验证男生谁是白马王子，只有那些会歪嘴的保住了自己的清白。不过她也不是一无是处，奥数难题1秒开解，游泳憋气半小时轻轻松松，飞来的篮球侧目可见并且力量惊人，绘画天赋更像一台行走的打印机。他伴有神经质的天赋异禀，竟然不久后还赢得了坦克的一见倾心。突然有一天，物美才想起来，他曾不经意间看到过妈妈的机密文件，原来是因是他的一项人工智能实验。因为妈妈在星间公司能力出众，让人工智能遍及生活方方面面，只要一部手机就可以完全操控机器。可他的社长就想看他出丑，所以实验结果将关乎妈妈的职业生涯。但让物美想不通的是，机器人世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幸福，却总把让他幸福挂在嘴边。他还时常篡改学校广播系统现场歌唱，目的只为物美获得幸福。他一路又唱又跳地来到操场，意外发生了，物美不小心点到了手机的紧急停止按钮，世英立马在朋友面前现出原形。这可真把大家搞了丈二的和尚摸不到脚掌。看着眼前这块废铁，坦克心中如万马奔腾，失恋的滋味未免来得有些突然。如何让他恢复成了难题？幸好青梅竹马的是真是个 IT 男，平时黑进学校的保安系统都不是问题，这个小事也不在话下。他惊喜地发现，世英紧急停止的情报没有传回星间公司，在简单处理后，世英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大家答应一起帮物美和世英保守秘密。回到家后，妈妈很是高兴，因为她以为计划进行得很是顺利。物美也没有告诉妈妈今天发生的一切。妈妈答应物美，任务完成后就带她去旅行。她并没有注意到物美的忧虑。第二天，时针告诉物美一个奇怪的问题，有人将假的影像传回了星间公司，也就是说，昨天的世英既没有唱歌，也没有紧急停止的记录。他们回到学校后，世英主动告诉他俩，那些信息是他篡改的，他能和学校的智能系统达成交流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为了让物美获得幸福，世英真是想尽办法。他操控了学校的摔跤机器人，一想着有人会英雄救美，眼看引起骚乱，坦克上前阻止机器人，结果被机器人瞬间给秒了。恰巧老师经过这里，他用手机紧急停止了机器人的运行，结果世英也被同步停止。朋友们眼疾手快，及时做了掩护。世英被成功带离现场，在时针的一番操作之下，不仅恢复了世英，还把他的紧急叫停系统清除了，以免再次发生意外。醒来的世英又问物美是否幸福，物美告诉他，不是有英雄救美就是幸福。世英自认为那是不是要白马王子呢？于是他去班级里询问谁是白马王子，同学们告诉他，只有班级里的阿后可能是白马王子，不仅人见人爱花见花开，还学习优秀。世英毫不迟疑地去找了阿后，而且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验证他是不是白马王子，结果被阿后歪嘴躲开了。这尴尬的一幕恰巧被同学们看在眼里，顿时传得沸沸扬扬。阿后的女友佐藤听了气不打一处来，他气冲冲地找到物美，认为世英做出那样的过分行为就是物美指使的，甚至威胁物美要把世英的秘密说出去。物美认为他们的问题不在于世英，而在于他们自己，于是他带着佐藤去找阿后。其实阿后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曾看到佐藤在女生面前炫耀他不想成为他的名牌包包，这些话刚好被佐藤听得一清二楚。他们来到天台，彼此陷入尴尬，一言不发。世英看出了他们的症结，然后站在大家中央开始唱爱的歌曲，伴随着悦耳的歌声，他们陷入了甜蜜的回忆当中。一路走来坎坎坷坷，但他们始终心系对方。こっちゃんが好き。ありがとう。一番好きだよ。2番じゃ困る。私の中ではぶっちぎりの1番。殿堂入り。80点なんかじゃないよ。关于他的所有事，不管是悲伤还是喜悦，佐藤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阿后还是低估了自己在佐藤心里的位置，他们终于解开误会，坦然地在一起了。误打误撞的世英让物美的朋友获得了幸福。不仅仅如此，朋友坦克要参加摔跤比赛，可不巧的是陪练机器人却出了故障。时针把世英和机器人带到电子室，他把机器人的档案复制在硬盘里，然后再复制给世英。それって俺がシオンと乱取りするってことか。本当にやります。虽然越看越像跳舞，但有智能美女的陪练，坦克进步飞快，在比赛上竟然真的获得了冠军，也是坦克的第一次冠军。他兴奋地大叫着，大家也都为他高兴。世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物美获得幸福，就像一个指令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。大家决定来庆祝一下，为了庆祝坦克的胜利，也是为了感谢世英。可是放学后，世英都会被星间公司的人接走。
于是物美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她带着朋友一起翘课，反正妈妈很晚才回家，只要在新间公司来接诗音之前回到学校那就没事。于是他们来到了物美家里。随后大家玩起了拍照，诗音却问大家为什么要拍照，时珍尴尬地解释道，拍照留念本身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诗音的理解更加简单，她说那就是备份的意思。于是大家兴奋地拍了不少照片，记录着诗音从未有过的快乐。但不巧的是，物美妈妈却回来了，大家只能将物美藏到了楼上。她在楼上好奇地摆弄着手机，想起刚刚拍照的快乐，于是她将自己的存储通过网络随意备份了一下。没想到这位后面发生的事留得一线生机。妈妈听到楼上的声响，大家只能随便说那是物美的男友，因为害羞不敢见人。不说还好，说了他更是要见一见未来女婿。结果他们来到楼上，诗音早已不见人影，独自溜出去的诗音又被物美妈妈的敌对看见了，想必事情凶多吉少。没过一会儿，物美接到电话，是诗音借时珍的电话打来的，画面显示是在海上发电站，不知他又有什么计划。当物美赶到时，天色渐晚，深蓝色的夜色显得如此独特。诗音想让物美看到月亮公主里的场景，那是她的最爱。随后她入侵了发电系统，太阳能板组合成一块巨大的镜子，物美被倒影在一个巨大的蓝色天空。她开始在电站上方歌唱，周围的装置上点亮了五彩缤纷的光。同学几人也配合着走上舞台，一起唱出了爱的歌声。耀眼的光辉又变成了满天的烟花，仿佛瞬间进入了月亮公主的画面里，那是她和时珍的童年美好。在大家的鼓励下，时珍决定在这美好的夜晚向物美表白。可话刚要说出口，一声枪响打破了夜空，是新间公司的人来了。在大家的惊愕中，诗音掉下了电站舞台。新间公司的人对几个同学进行严加审问，还把他们所有的电子设备全部没收了，只有时珍的硬盘像个垃圾桶才躲过一劫。时珍找到物美，告诉了他一个震惊的消息。原来上一次，诗音将自己觉得重要的影像都存在了硬盘里。当时真打开其中一段影像，惊奇地发现那是物美和时珍小时候的一段故事。小物美站在镜子面前看着礼物，那是时珍送给物美的智能玩具。她对玩具进行了改造，让它可以和人对话，而发出的第一条指令就是让物美获得幸福。玩具还陪物美一起看月亮公主，里面的月亮公主只要唱歌，两人的关系就会变好。这是物美最喜欢的情节，诗音一直记在心中。可惜被妈妈发现了，她还把玩具带到了新间公司，结果又被同事当作恶作剧清除了格式。诗音就此失去了载体，只能在网上四处游荡。她从没有忘记诺言，要给予物美幸福。在物美家，在车站，在学校，她通过联网的摄像头陪伴着物美，也一直默默地给物美唱歌，只是物美无法听见。就这样一直坚持了8年，直到新间公司又开始实验项目，他才进入了诗音体内。这就是为什么他第一次见到物美就能叫出名字。物美看了诗音的录像后泪眼婆娑，原来他默默地为自己做了这么多。这一幕也被悄悄出现的妈妈看在眼里，她简直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切。这时大家都齐聚物美家里，他们计划救出物美。佐藤从父亲那里偷来门禁卡，顺利进入。物美妈妈在监控室负责指挥，同学们通过楼道一直爬到22楼，终于见到了休眠的诗音。物美跳到诗音身上，使劲叫唤着她，可是怎样也得不到诗音的回应。物美伤心极了，但时珍发现诗音虽然没有说话，检测器上却有信号波动，也就是说物美的呼唤不是没有用处。于是她开始唱起歌谣，没想到还真唤醒了诗音的记忆，所有的画面在电脑上一闪而过。就在大家都高兴的时候，警报响起来了，是新间公司的人来了。其实大家早有准备，阿后带着佐藤伪装诗音吸引大家注意，而物美他们则带着诗音从楼上跑去，但顶楼也有他们的人，他们只能计划去往另一栋楼了。他们一路逃跑，可是诗音的电力越来越虚弱了，前方还出现了大批机器人堵截，同伴一个接一个被捕。社长露出诡异的笑脸，以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敌人出现时，物美紧紧将诗音护在身下。物美直接入侵了新间大楼，大厦瞬间电力拉满，屏幕上播放着月亮公主，大楼周围都被绚烂的灯光笼罩着，机器人阻挡住了保安，社长被防火系统浇了个落汤鸡。时珍和物美驾着诗音向楼顶爬去，他们将诗音和信号器链接在一起。诗音憋着最后的力气询问物美是否幸福。诗音也搂着物美的脸庞，告诉物美他能再次找到物美，而且和物美说了这么多话已经十分满足了。随着一束强光亮起，诗音借助整栋楼的电力，就像一股巨大的脉冲一样一飞冲天。他把自己的 AI 片段发射到了卫星之上，这大概是 AI 最伟大的进化。
时间慢慢过去，物美的妈妈不但没有被撤职，还被公司总裁任命为 AI 负责人，重启项目研究。佐藤和阿后顺利在一起了，只有时针和物美还是没有成功牵手。这天，他们在天台玩耍，突然接到了一个卫星电话，是诗音从天上打来的。他又用歌声为时针和物美加油打气，因为他希望见证时针和物美在一起。终于，彼此都听到了爱的歌声，勇敢地拉住了对方的手。所有人都是圆满结局，只有坦克看着诗音的照片发呆。也许爱一个人没错，可能错的是你爱上的是一台机器。